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发生在1952年的英国。杰克是位有深度又温柔的绅士，他是任教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授，是畅销童书《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也是54岁还和哥哥一起住的单身汉。他之所以紧闭心扉，是因为9岁那年母亲生病离世，给年幼的他带来了巨大伤害。为了保护自己，他靠读书来抵御内心的孤独，用知识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回避可能会带来痛苦的一切事物和感情，看似性格很好，待人礼貌，但其实透着一股拒人千里的冷漠。不过杰克经常会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其中一位美国夫人的信他很喜欢。他也是一位写诗的作家，有时候笔锋会很犀利，但是常常给他一种看透表象，很了解他的感觉。于是得知这位读者来了英国，并想要来牛津见见他们兄弟二人时，杰克虽然有些忐忑，但还是答应了。他预想着是喝杯茶，最多1小时的礼貌谈话后，就各自打道回府。谁知对方的出场便让他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长相。于是女读者直接在大厅便高声问 Anybody here called Lewis？ 一向内敛含蓄的杰克尴尬举手。乔伊倒是全然不在意他人的目光，他开朗明媚，直言直语，虽然怀着对杰克的敬畏之情，但因为紧张反而言语更加犀利。杰克没有因此恼火，刚见面就被他看穿，反而有一种被理解之感。于是原本只是走个过场的见面，最后他却还和哥哥一起带着乔伊去参观了牛津大学，并带他爬上莫德林塔。每年5月1日早晨6点，学校的合唱团都会在这里唱歌，还吸引了很多人来听。但他不喜欢看风景，也从来没试过起那么早，所以没听过唱的什么歌。So what do? Just walk around with your eyes shut? 一向擅长雄辩的杰克语塞，让一旁的哥哥不禁笑了。他难得有了人味。分别之时，兄弟二人将乔伊送到了火车站。杰克还相约了在他离开英国之前，可以再喝一次茶，不是去外面，而是来他家。乔伊询问他届时是否能带上自己的儿子，他儿子也是纳尼亚传奇的忠实粉丝。杰克也欣然应允，还等到乔伊登上火车都没离开。Does one wait for the train to leave? 第二次见面时，杰克给乔伊的儿子道格拉斯签了名，哥哥瓦克还带他去参观家里的阁楼。道格拉斯想象着那里的衣橱会和小说中一样，推开背板就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杰克和乔伊谈论起了诗和文学。乔伊认为个人经历是最重要的，真实的生活经验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关键。杰克则认为无需亲身经历，阅读书籍就可以获得所有知识，逻辑和理性就可以解释世界。乔伊说阅读的确会更安全，因为书籍不会伤害阅读的人。他们一个对生活保持着旁观者的分析视角，一个是重视通过体验获得个人成长，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人生态度，但立场相互碰撞，又相互补充，交谈中生出了与对方未曾谋面便神交久矣之感。得知乔伊圣诞节打算找家宾馆，跟儿子两人待在英国过，不回去跟丈夫一起，杰克没有追问原因，还主动邀请他们留下来。I don't like to think of you Christmasing in a hotel. 杰克其他教授朋友们得知后，都惊叹他变得这么近人情。People do have guests for Christmas, don't they? 杰克言语上极力回避他对乔伊的特殊，但行动上却在他们搬来的那天，早早等候在火车站迎接，给母子俩安排了舒适的房间，还带着乔伊一起参加了牛津大学的圣诞晚会。其中一位教授带着老学究的自满，与乔伊立场不同时，便企图贬低他的出身和知识来显示优越。谁知乔伊直接点破 I need a little guidance here. Are you trying to be offensive or just merely stupid? 杰克越来越欣赏乔伊的直率，他以为这是由于他没吃过什么苦，缺少挫折和苦难的经历才养成的性格，可后来却得知乔伊来自犹太家庭，在1952年那个时期，这意味着她可能有着与大屠杀相关的悲痛身世，而且她的丈夫不仅出轨，还酒后家暴，所以她才会带着儿子逃出来。 Joy, look,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do. There is. Be my friend. I hope I'm that already. 圣诞节之后，乔伊还是带着道格拉斯重新回去美国。杰克觉得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却突然感觉不太适应，有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他的心里多了一个想念和等待的人，毕竟能遇到一个真正懂得自己的人，是一生中最难得的事情。所以当他再一次演讲结束后，看到乔伊坐在观众席时，内心的惊喜和激动难以掩饰。他急忙穿越人群走到他的面前。乔伊和儿子现在搬到伦敦住了，而且也和丈夫离婚了。 Yes. Why didn't you write? What for? To ask permission. No. Do you mind? Me, no. Why should I mind? 此刻杰克对乔伊的好感明显已经超越朋友之间的欣赏，但他害怕得到后的失去，回避和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在来到伦敦探望乔伊母子时，他也向乔伊表达了希望维持友谊的想法，但是为了解决乔伊没有英国永久居留权的问题，
他又同意了要和乔伊结婚。他说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结婚，因为真正的结婚不是在政府官员面前，而是在他所信仰的上帝面前宣誓。结婚那天，他们按部就班跟着官员念结婚词。被问到是否有戒指时，同事说 No. 完成仪式后，杰克便自行赶火车离开了，只留下哥哥瓦克和乔伊喝了点东西。不过校庆日那天，杰克邀请了乔伊一起参加。在合唱时，他的目光止不住的一直注视着观众席里的乔伊，但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进展。乔伊早已爱上了杰克，看到他这副超然一切的态度，紧闭心房，所以也紧闭嘴唇，从不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让他挫败和伤心，最终愤然离去。杰克反复思考着乔伊的态度，变得无心工作和研究，最后终于忍不住拨通了乔伊的电话。乔伊去接电话时，却突然倒下了。他患上了癌症，骨癌晚期，医生能做的只有尽可能缓解他的痛苦了。杰克一晚上守在医院没睡，在即将失去他的时候，他才幡然醒悟自己深爱着乔伊。It's all too soon, you see. I just haven't had time. But... Time for what? I don't know. To talk, say things. Whatever it is, I should just say. 乔伊不想再给杰克带来麻烦，让他不必来医院照顾自己，但杰克说他来照顾自己妻子是应该的。You seem different. You look at me properly now. Didn't I before? Not properly. I don't want to lose you, Joy. I don't want to be lost. 比起才刚相爱就要失去的痛苦，更让杰克悔恨的是之前没能珍惜她。I'd have to love her, wouldn't I? I'd have to care more for her than for anyone else in this world. I'd have to be suffering the torments of the damned. The prospect of losing her.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后，他终于也如乔伊一样诚实面对自己，希望再给他一次感情上的结婚，于是郑重向乔伊求婚了。Will you marry this foolish, frightened old man who needs you more than he can bear to say? Who loves you, even though he hardly knows how? Just this once. 于是，在杰克也取得了道格拉斯的允许之后，他们的婚礼在医院进行了，不是承认对方成为自己合法的另一半，而是宣誓无论境遇好坏、家境贫富、生病与否，都会相亲相爱，至死不分离。这一次，杰克为乔伊准备了戒指。With this ring, I think we're... 他们的婚姻一开始便共同面对着疾病的考验。乔伊开始积极治疗，杰克也总是每天伦敦牛津往返，无论在清醒时亦或是睡梦中，他每天都在祈祷。终于乔伊病情好转，可以撑着拐杖站立。Wow. Can you do more? All right, come close. That's it. 乔伊出院了，剩下的日子也许是几周，也许是几个月，他们都抱着能多久就多久的心态相处。杰克独自住了几十年的房间，第一次有另一个人住了进来，他感觉自己突然都不确定步骤了。Well, what do you usually do when you go to bed, Jack? Very much what you'd expect. No, tell me. See, you come in the door. Mm-hmm. Then I draw the curtains. And I get out my pajamas. From where? And the pillow. 乔伊一个个细节追问他，并让他就像从前那样一步步完成。When you get to the last bit, I'll be here too. That's the procedure. 他们都将走进一个人的生活里，看作慎重而又神圣的事，并无比珍惜此刻能相处的时间。杰克还带着乔伊起了大早，观看了5月1日合唱团的表演。杰克墙上挂着一幅金山谷的画像，他小的时候一直觉得那是天堂，长大后虽然知道那是现实中可以到达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想过要去。但乔伊却提议并且坚持，说他们可以去那度蜜月。杰克只知道他在赫里福郡，但不知道准确位置，所以这场说走就走的旅程没有计划，只有目的地。连住的地方也是沿途随便找了一家，但这家店主人刚好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于是在地图上给他们画好了路线。不过他说其实金山谷并不金，只是威尔士语的水，法语发音是金色的意思才讹传了。于是在启程时，杰克有些担心，也许这里连样子都已经变了。但是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眼前的景色与那幅画并无差别。他们并肩看天地浩大，走下山谷的时候下起了雨，
他们便一起躲在一个小屋，和最爱的人在最美的地方。杰克说自己再也不想去别的什么地方了，也不再等待什么新的事情发生。Here now. That's enough. 乔伊意识到杰克对自己的依赖，他也明白杰克因为难以走出童年失去母亲的伤痛，一直像个小男孩一样瑟缩在安全的书本世界里，所以他担心自己离开后，杰克又要逃避和封闭自己。于是他戳穿道，这份快乐不会持续多久的。You shouldn't think about that now. Let's not spoil the time we have together. It doesn't spoil it. It makes it real. 他直接与他谈论自己会死这件事，不想独留他届时一个人应付这份伤痛。他提前安慰了他，好让一切可以承受。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the pain then is part of the happiness now. 乔伊鼓励着杰克接受和面对真实的生活，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珍惜每一个塑造出他们丰富人生的时刻。他们就这样过了一段平和而幸福的日子。冬天的时候，乔伊的病情恶化，杰克把床从2楼搬到1楼书房，好让他不用爬楼那么辛苦。乔伊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尽头，拥抱和安慰了道格拉斯。Remember what we talked about, because it's important, okay? Okay. Good night. Good night, Mommy. 杰克一直守在乔伊的身旁，看他忍受这种折磨，他内心1万个不忍。I don't know what to do, Joy. You have to let me go. Can't you? You will take care of Douglas. Of course. You pretend not to mind. I know. Like you. No more pretending. Not anymore. I've loved you so, Jeff. I love you, Joy. I love you so much. You've made me so happy. I didn't know I could be so happy. You're the truest person I've ever known. 最终乔伊离世了。葬礼那天，杰克出奇的平静，之后的他陷入了虚无的思绪，默默一人沉浸在极度悲痛中，直到他必须安慰道格拉斯走出悲伤，就像他承诺的那样照顾好他，他终于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I sure would like to see her again. Me too. Oh. 杰克振作起来后，重新回归了生活。原来他相信阅读让人免于孤独，现在他也体验到了，爱让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他对爱情的了解不再只是通过书籍。Twice in that life, I've been given the choice, as a boy and as a man. The boy chose safety, the man chooses suffering. The pain now is part of the happiness then. That's the deal. 影片到此结束，但1961年，杰克怀着对妻子的爱意和悼念，写下了《卿卿如晤》。他在书中细腻地写下了他对生与死、爱与痛苦等人生母题的深刻思考。影片并非传统的传记或爱情电影，而是借助主人公的情感经历，让我们领悟到了为何明知会受伤还要去爱，以及痛苦是无法逃避的。当我们拥抱了爱，也同时拥抱了痛和失去，这就是人生。没有永远，但它可以永恒轮转。一开始，杰克生活在影子大地中，阳光总是照耀在别的地方，很隐蔽，很乏味，但安全。当饱受生活磨难，却依然没有放弃爱，勇敢乐观的乔伊出现，他走进了阳光遍布的大地上，虽然不可避免脚踩阴影，但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实现了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选择了承担和面对，不再用逃避换得短暂的安全，而是思考如何面对苦难。痛苦没有使他再次遁入黑暗，因为乔伊并没有真正离开，他是带着他的勇敢和生活智慧在好好生活。经验是一位残忍的老师，但他还是让我们学到了东西。这里是白又白说，希望我们都能不因害怕阴影而拒绝走到艳阳下。快乐和痛苦是相依一体的，而人生是来体验的。愿我们还是要勇敢真诚的去爱，去经历。